好了，陛下的愿望我也完成了，那夷陵唐籍可归我了。比起陛下，我更希望你能叫我的名字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，我们之间可以自在一点。风之离，风之离，叶静安，心动隔着宿命，怎么传递？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走水了！不好了，听风院走水了！放肆！你说自己怀的是龙嗣？是。你可知，你若欺君，便是千刀万剐的死罪。臣女知道，臣女家教严明，恪守安良恭顺，若不是蒙了圣恩，臣女万万不敢逾矩，更不敢将九族安危置之脑后。朕都未曾见过你，胆敢口出妄言，污蔑于朕。2个月前，陛下酒醉于廷芳院，是臣女彻夜照顾陛下。皇帝，可有此事？嬷嬷，太后刚下人传话5月初5，端阳祭礼，皇帝醉酒宿在了听芳院。当日当值的宫人17人都能证实。臣女福薄，不敢奢求名分，更无意让家族蒙羞，让陛下忧心。谁料今日廷芳院突然大火，你能死里逃生，想来是天佑龙胎。母后，他腹中到底是何人血脉？现在下定论，恐怕尚早。入宫的秀女都是验过身子的，听芳院里别说是男人，就是内侍也不得出入。这孩子还能是谁的？臣女惶恐，唯愿陛下和太后恩典。臣女愿求一死，以表清白。你威胁朕？臣妾身体有些不适，先行告退。皇帝，孰轻孰重，你可清楚？先起来吧，走吧。哀家日夜礼佛，为大宁叩求皇嗣绵延，如今也算得偿所愿。虽不合宫规，但到底也算是一桩好事。
文氏，臣女在。哀家今日破例擢封你为昭仪，赐号惠。往后在宫里啊，要安分守己，安心养胎。谢太后。乌尾司已经查明，火是从屋外放的，此计凶险。幕后之人是把文清渊的命也给堵上。能在宫中瞒天过海，不留痕迹的设计陛下，这幕后之人的心智手段很不一般，只是不知他的目的为何。纵火之人已死，文清渊家世清白，一门清流，没有丝毫破绽。如此，突破口唯有这新封的惠昭仪了。臣女参见陛下。把头抬起来。又在整理你那些小破烂啊？昨夜我去流光阁，其实是……陛下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想跟您请示，允许臣妾出宫游历。游历？你要出宫？为何？既然你误会了，我已经查清了，端午那日是有人往宴会酒里放了药。她本是秀女，就是奔着入宫封妃而来。她能险中求子是她自己的本事，陛下，你不必和我解释。我跟她毫无瓜葛，她腹中的孩子也不是我的。你不信我？我信。那你即便我信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已身怀龙胎，太后信，天下人信。他已封号昭仪，这是事实。你昨夜留宿流光阁也是事实。我昨夜去流光阁，陛下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文清渊。我不明白。你是陛下，而我只是你后宫妃嫔妻妾中的一员。就算没有文清渊，以后还会有其他人。可我心中只你一人。从前父王宫中亦有妃嫔，或是为制衡势力，或是为边境和睦，不过只是尽帝王之责。可他所爱之人唯有娘亲，可那不是夫妻。我要的是一人同心，白首不移，你明白吗？一心一意，一生只一人。我的心爱之人不能和任何人分享，就算只有名分也不行。别走！陛下给不了我一心一意，连自由也吝啬赏赐给我吗？我派安慰送你。不必了。18抬亲家正人，提灯走天涯。万眼登高一茶观洒沓，于是万脉孤
初坠心下，便听南岳长安河。皇帝，哀家的话你可听见？皇帝，大圣的韩王有意迎娶昭明为王妃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大圣不过一个边陲部落，韩王年过花甲，他恬敢开口要迎娶大宁的长公主。若非昭明对婚事一拖再拖，又岂会至这般尴尬的境地？他已年之念武，再不完婚，我大宁的天家威严何在？皇姐平定边关之乱，于大宁有不世之功，此时强逼他和亲，恐有伤民心。昭明一个女儿身，却偏偏要上战场舞刀弄枪，这才把心都舞乱了。若他能下嫁大圣，边境永安，也不失为一桩佳话。况且那韩王对他也是真心的敬重，王妃之位也不算亏待。可那大圣韩王早已有数十名王妃，皇姐堂堂长公主之尊，岂不太过委屈？身为天家皇子，许多事本就不能自主，哪容得他委屈？人家的请婚聘书已经到了，若此事没有个交代，恐两境交恶。儿臣心中有数，儿臣尚有要事，先告退了。你说是来陪我，10天当中有8天都在躺着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请个太医来给你瞧瞧了。殿下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想不明白，叫殿下有什么用？那殿下的事情呢？解决了吗？你且等着看就是了。殿下，大圣韩王派人城里。退下吧。是。城里？聘礼啊？这怎么说也是个韩王啊，这聘礼怎么就这么点？什么聘礼啊？这是老韩王的人头，想看看吗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但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呼延彻是左部藩王，他野心很大，只等一个机会。现下，大圣也到了换王的时机了。我和他打过交道，这事我亲自去办。你和他，我会给他一个交代。所以你跟呼延彻做了个交易，帮他上位，另立新主。他们不是求着边境安宁吗？呼延彻答应上贡结邦，两国至少安宁30年。我15岁上战场，为大宁立下的战功不知其数，但纵使如此，我仍无法自主婚约，只因我是天家女儿。他也一样。我们自小生活在高墙之中，规矩森严，但又是和气有幸。父皇和娘亲是同心相许，可先皇也有其他嫔妃，他们苦守冷宫，何其寂寞。天子无上尊贵，但与其相应的桎梏就会更加繁重。但父皇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抗争，在皇家想要一心，可太难了。
但若是心间，总能搏一搏的。世间哪有什么绝对的事呢？你问问自己的心，可愿就这样放弃？殿下，贵妃娘娘，不好了！宫内惊变，陛下遇刺，圣宫垂危。什么？当真？乌韦斯传来的消息，属下不敢妄言。不打紧吧，皇帝。无碍，母后。众爱卿也都看到了，会昭仪文氏陪侍，朕特遣3守卫，却不料被他行刺。朕思及龙嗣，特宽恕他一命。那毒妇却畏罪自尽，朕已命灵善新官卜卦问疾，得验此乃凶兆，天降神谕，5年之内后宫不纳，若有违，恐有血光之灾。或许有些内情，我看是很有可能。这会昭仪正当隆恩，如何会冒此大险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天子寝宫，人赃并获，哪有误会？刺伤圣躯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这蛇蝎妇人也算是恶有恶报。那毒妇固然不可原谅，但皇嗣又何辜啊？好了，病榻前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？时候不早了，都退下吧，让皇帝好好歇息。凤之离，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还什么暴君呢？装的那么厉害，现在被一个弱女子欺负成这样。你怎么还哭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如果你真的就这样走了，再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再也没有人叫我叶君安了。对不起，静安，我不想我们之间嫌隙再深，所以才想尽快了结此事。今夜之事，是为了让文清渊诈死脱生做的一棋。假死？文清渊入宫封了昭仪，只有此法才能堵住宗室百官之口，也能一劳永逸，绝了后宫之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那日留宿六光阁，其实是对文清渊用了入梦的法子。我想查探出他背后指使之人派他入宫到底是何目的，却探出
文清渊有个情郎。什么？桃花映柳，鸢尾沾春。文清渊，柳玉书。陛下，好文采。不过臣女不知柳玉书是何意。柳玉书不是你腹中孩子的生父吗？柳州文氏世代簪缨，怎么忍得了你与情郎私相授受，还珠胎暗结？此事暴露，有人用柳玉书的性命要挟你入宫。不是这样的。说，你背后之人是谁？你们到底有何目的？那人敢在听芳院外放火，就证明他根本不把你的性命放在眼里。你还当真以为柳玉书还能平安活在世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想他活，只有一个方式。朕的耐心不多。陛下，臣女愿如实相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静安，对不起，从前是我未能体谅你的忧虑，是我之过。我生在皇家，父母恩爱融洽，我便以为那就是好的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心上人不能分享，什么规矩礼制，我本也不认。即便我信你，真心不疑，但你是皇上，天家制度，自古难越。静安，你常说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认识你是谁，我亦如此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是皇帝，可我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是凤之离。我想了解你更多，我想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你来自哪里。我虽然不知道大宁离你的故乡有多远，但在这里，我愿做你的故人。静安，我答应你，日后绝不再有人入后宫。等我了却了心中之事，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了。我陪你一起游历人间，做最平凡的夫妻，但求一心，白首不移。静安，你相信吗？无法重合的轨迹，只能被困在命运。你在遥远天际，我在万丈海底，难逃一般的。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凤之离，你不能骗我。天地可见。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期盼
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就是觉得很神奇。我千年后研究过的人，现在就在我的眼前。研究？这是何意啊？你不是好奇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，在那个时代，你、大宁朝都已经成为了历史。而我的工作呢，就是探寻历史，还原真实。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养母，是他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，他却在工作中因公殉职。那你说说后世是如何评我的？后世说宁安君是赫赫有名的暴君，称得上是遗臭万年。他最好摸人脑袋，常常换一排人上朝，然后挨个摸人头顶，挑一个最合心意的砍下来把玩。这么一传，着实害人了些。遗臭万年不远。你又没有滥杀无辜，他们都是乱说的。这么信我？眼见为实。我要是没有穿越过来，我也不知道你摸人头颅的缘由，是为了入别人的梦啊。对了，你为什么可以入梦？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吗？娘亲死后，这能力意外萌生。大概是我太想她了吧，能进入梦里见上一面也是好的。都过去了。时过境迁，真真假假。这么看来，这历史上最公正的史书，也无法还原真实。此话何解啊10载，我厉贵妃于宁安13年，亡于自己的生辰宴，死于长公主之手。这也太荒唐了！皇姐杀你做什么？我以前也是忧心，现在想，兴许是笔误，或是以讹传讹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对了，我本想着此番事了，就去公主府接你回来。这是我从娘亲那里学来，赠与心念之人的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你娘亲教你的？只是许久未编，有些生疏了。末尾这里编错了，应该先右上，再左下，这样打出来的形状才漂亮。心安，这绳结的编法是我教给老师的，是我送给老师的礼物。娘亲的名讳被禁止载于史书之中，一直以来未有人敢提起。她叫舒敏和。舒敏和，凤之凡，凤之力。他知道自己无法被历史记载，所以就将自己的名字拆开，放在了你们的名字之中。我真是太傻了，原来谜底就在谜面之中。我说怎么初见你时便觉得熟悉呢？原来我早在娘亲口中与你见过千百回了。老师向你提起过我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明明身份尊崇，所盼皆得，
可娘亲却时常显得孤寂。我那时候不明白，便时常缠着她问。娘亲只是一遍一遍地编着这个花绳，给我不断讲一个女孩的故事。娘亲常说，她孑然一身来到这里，可她知道，她并不是一无所有。那孩子在想她。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。娘亲常说，五彩绳结寓意着吉祥平安，要送给心中最真实之人。自我第一次从娘亲口中得知你的存在时，我就一直在等待。我相信你存在在这世上，静安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久等了，风之旅。久等了。老奴确信，贵妃娘娘的笔迹和出阁之前的笔迹已是天壤之别。确有此事？千真万确。笔迹与以前大不相同。如此说来，上次回府时他的言行举止确实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若非异端入体，又如何解释这些反常？我早该将他们都杀了。若这注定是他的命，就别怪我心狠。陛下，昨夜尚书府满门被灭，属下在府中找到了这个。驻颜术，日饮桂花酿，辅南竹花为饮。你速善治香，看看此方子有何玄机。禀陛下，这是一剂毒方，看似美味药材十分安全，搭配在一起并不冲突。问题就出在这药引之上。此花为乌江圣花，香气凌人，花期阶段盛开之时便近死亡，荣枯不过转瞬。娘。娘，娘，以它为药引，服用者日渐姿容焕发，犹如芙蓉花开，少女回春。是，中了此毒之人有一特色，死亡时人面腐化，窗口如靡靡之花，整个尸身爆发出一股异香。即便在乌江，也是一花难求，所以中了此毒之人暴毙而亡，根本查不出原因，只能诊作瘟疫血迹。
心安，我很想他。你入了那么多大臣的梦，在他们的梦里，你就没有见过他吗？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在我和老师的故乡，他已经故去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他被时间推到了这里。也许，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你想他的时候，可以看看月亮。星云照旭，月照古人，月亮是不会变的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家。娘亲的故乡，此时也该是明月高悬吧。娘亲，你这么想家，怎么不回去看看呢？有你在，娘亲哪也不去。娘亲会永远陪着你。娘亲这一生，从不与人交恶。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仁慈良善之人。可我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人会害她，还用了如此残忍下作的手段。往后的困难和险境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我们一起查，还老师一个真相。哎，这么大的场面，怎么不见太后娘娘和长公主殿下？哎，太后素来喜静，日日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怎么会来这儿？殿下自不必说了，谁人不知他视这位为眼中钉？陛下早早便将殿下支去赤云营训兵去了。陛下驾到，贵妃娘娘驾到。陛下晚安，恭祝贵妃娘娘生辰，娘娘心安万福，极乐绵长。都落座吧。谢陛下。莺歌燕舞，想来诸位早已看惯。今日便整点新奇的节目，给大家瞧瞧。女子演奏破阵曲，自开朝以来，仅有过一次啊！不是偶然，这一切与当年那场中秋公演别无二致啊！荒唐！战歌岂是女子所奏得的吗？只不过是奏个曲子，怎么引得国公大人如此大动肝火？谁说女子奏乐只能叹温香软语？今日是爱妃的生辰，这大好日子何必动怒？来，赐青州新贡的桂花酿给国公尝尝，
消消火气。岳国公怎么不喝呀？这本就是一场鸿门宴，这断肠毒酒，老夫怕是无福消受。果真是你。是我。陛下既已查明，老夫也不屑辩驳。当年这中秋宫宴，这花这酒，便是送舒敏和魂归的功臣。母后仁慈，不涉权斗，不争名利，你为何害他？既然陛下不知缘由，那老夫就来告诉你，他看似未有作为，先帝却为他破了祖制，要平阶级废奴制，说妇人应与男子一同习书，君臣之间罔顾等级，不必行礼，这岂不荒唐？天下一体，本应不分彼此，休戚与共。他到底何错之有？他是假慈悲。从此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这异端邪说只凭感情用事，可曾想过礼制废天下乱？他是异端毒瘤，死不足惜。闭嘴！叶挺君，你全盘承认戕害朕的生母，你可知这是必死大罪？陛下，你杀了我无妨，但你可知是谁精心谋划了此事？是我们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为了社稷朝纲，决意抹杀异端清君侧。先帝维护异端，只好暗中行事。他要死得无声无息、无知无觉，唯有徐徐图之。微臣敬皇后娘娘。此事一人难，众人易。行事隐秘，用量微末，却能无孔不入。先帝至死也未能想到，毒杀舒敏和的最后一环是由他来完成的。如此一日日，一年年，每个人都在翘首以盼他的死期。大年的灾祸除了。这里，老夫为大宁筹谋一生，只是未曾预料，有一天这异端竟然降生到我叶家。异端？还有异端？难不成？没错，她已经不是我叶家的女儿，早已被异端侵入身体。她就是维护大宁的祸端。笑话！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？就凭老夫敢死赴宴，以明正身。今日我便是身死，来日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如同当年一样，誓死抹杀异端。国公。
千千万万个我，如同当年一样，誓死抹杀异端。大人，国公，国公殉道，是异端将国公逼死的。不错啊，陛下，还为此等着国公啊！是逼死他们的国庆注释，早日出山，大人，你难道不该偿还吗？先皇后慈爱良善，他就因为背上了异端的名号，就活该无辜去死吗？你们能摸着自己的心口问问自己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究竟是为了维护大宁，还是为了维护自己？维护自己，好一个维护自己！国公他为大宁呕心沥血，虽死不悔。而你呢，一个妖妇，竟对他妄言侮辱，果真是异端附身，大逆不道！诸位，可知谶言？异端将，大宁亡啊！国这是逼死了呀！我大宁不应该是早该除掉了。放肆！陛下，到了此时，你还要袒护这异端吗？陛下圣明，为保大宁江山，请您赐死妖妃，以明心志。请陛下赐死妖妃，以明心志。魏明，臣在。你15岁进入骠骑营，16岁进入叶家军，你是叶国公的亲信门徒。是。叶国公以死正道，正的是师徒父子纲常为先。你如此拥戴，怎敢甜言苟活？朕说的可对？乌韦斯，大人。叶国公与丽贵妃生辰宴上，血溅上奏，指认数十贪腐佞党。朕感念其忠义，不负其望，定将奸佞之辈尽数铲除。陛下，冤枉了！陛下，冤枉了！陛下，冯之礼，你这无可救药的昏君，去死吧！秦安，秦安，太医，薛太医！
原来李氏是躲不过的。太医呢？都死了吗？如何？臣无能。贵妃娘娘气息平稳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不知为何昏睡。昏睡，梦中。秦安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来看老师，他葬在能看到日出的地方。娘亲，他夏目出事那天，我还和他吵了架。他是不是怨我，所以不要我了？不是的，他一直都很记挂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那么好的人，会落得这种下场？风之凛，我不喜欢大宁了。我穿越到大宁其实挺害怕的，黄泉、深宫，规矩那么多。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和同事了。本来我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老师，可他却……所以呢？所以你害怕了，害怕大宁了。秦安，秦安，秦安。那些不容你的，我去便是。娘娘，您醒了，奴婢这就去喊太医。
那日您并未伤到要害，只是脑部受创，九死一生。幸得娘娘您吉人天相，差之毫厘，性命无虞，只需按时服药，不日便可痊愈。原来我那时候摸到的，竟然是我自己的颅骨。碧桃，陛下呢？怎么没见他人啊？陛下他……陛下人呢？你慌什么？陛下怎么了？陛下人呢？你慌什么？陛下怎么了？3780刀。朕观爱卿这体魄，分3日，每日刮1000刀。可肉太少了，恐夜里凉。要不要朕给你送个暖炉烤烤？求陛下给我个痛快！我都知道当今名单还有他们做的坏事，都藏在外宅。那朕便赏你去新武门，跟你的同僚作伴。凤之礼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贵妃娘娘，你不能进，送他回去。是，娘娘得罪了。娘娘，凤之礼，娘娘不走，凤之礼，凤之礼，你在干什么？凤之礼，凤之礼，凤之礼。叶国公以死明谏，共交佞臣名单，生辰宴上刺客报复，令您重伤。陛下一怒之下，在您昏迷的这几日大开杀戒，残杀朝中大臣数十，选手事于新武门。宁安13年，丽贵妃死于生辰宴，宁安君暴怒，城门之下斩杀朝官数十，血流成河，史称生辰宴惊变。历史，原来历史一直都没有改变。这场生辰宴是我和凤之礼一手策划的。原来这场历史的主谋是我。是我。不行，我得回去找他。我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。不。凤之礼，你别过来。凤之礼，凤之礼，是我。黄河写字行秀海，奔流入明天。你看到了，你都知道了。是。所以你害怕了，害怕大宁。
还有我。少年曾出长安道，寂静如荒原。彩虹偶是，卷下魂，我害怕。三叠胜利缥缈，怕你想不开。我怕你因为无用之该死的人失了分寸，伤了自己。怕你妄自菲薄，推开我，不要我。晴安，老师在天有灵，会得到安息的。别再惩罚自己。往后，你还有我。晴安。映晚长雪，明月苍鹭，白马如芦花。风流山村万般风流皆似。晴安，我绝不会让你像娘亲那样。恨心芒果待万户飞沙，纵使台下盛唐，风流皆是。这些古卷，就算是在大宁朝也很难集齐的。你是怎么搞到手的？知道稀奇，你就赶紧看一看吧。陛下真好，多谢陛下。还有什么想要的？宣朕失传的彩宣，撒上金箔的。德政的玉白瓷，最好是双耳屏的那种，据说啊，存量少得可怜。还有，大宁前阵子刚出土的相面龙纹鼎。鼎不行，鼎太重了，你带不走。啊，我是随口说说的。不管多轻多重，我都带不走。有些话你可以随口说说，但我却不能不记得。净说些好听的话哄我开心，那我还觉得你身上这件龙袍的花纹还挺好看的。你干什么？我开玩笑的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我只要你活着。风之离，风之离，如果。我是说，如果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来处，到时我们相隔1000年。不会，因为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，期盼你回应，无法说出的秘密，爱只能埋在心底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没什么，我还有事，你先休息吧。啊？
之离，风之离，怎么回事？风之离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你锁门干什么呀？风之离！不对劲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你放我出去！风之离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！这几日我在地宫中翻遍娘亲遗物，在深处找到了这个。师父当年推算所得，七星连珠，天狗吞月，或有机缘，可穿越天机星辰。那他为何没走？他如果当年走了的话，那他就不会。灵山，你告诉我，他明明他可以躲过那些灾祸的，他可以回到故土，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啊？师父走时却曾说过，是夫人自己选择留下的。他说：“此心安处，事无相。”有你在，娘亲哪儿也不去。娘亲会永远陪着你。是我害死了娘亲。为什么他那么好的人会落得这种下场？风之离，我不喜欢大宁了。够了，我不能让他也后悔。陛下，卷轴中的伏羲地找到了。陛下，娘娘已经有2日未进食水了，求您快去看看她吧。风之离，你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？你重病未愈，需要好好休息。风之离，你囚禁我。坐下。权宜之计，你且再忍1日。明日，你就可以离开，回家了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叶国公府吗？回1000年后你的来处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就送你回去。荒谬！穿越时空，跨越1000年，你说回去就能回去？我自有办法。风之离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后悔了。什么？当年我留下母亲，
可最后呢？是我强留害死了他。这里本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，你们本应抛开一切，离开这里。是我私心强留，才让你们立于危墙之下，险象环生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是生是死，我都愿意承担。可我不愿意。我已经害死了娘亲，难道如今还让我害死你吗？如今的情形已经跟之前不同了，叶庭娟已经死了。啊，没什么不同。杀了他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石室。一人可杀，众人皆可杀。可是静安，你告诉我，纵使我是万民之主，我又如何能对抗这石室？啊！我已命史官记载，厉贵妃于宁安13年触怒长公主，暴毙于生辰宴上。日后大宁再无厉贵妃一事。明日我便送你回家。宁安13年，厉贵妃死于生辰宴，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。历史到底有没有改变？映满城雪，明月苍鹭，白马如芦花。风流山村万般风流皆似他。今夜醉饮歌待我芳华，人心茫博待万户飞沙。风势台下盛唐，风流皆是他。风之丽，我回来了。宁安13年，宁安郡卒于凤栖宫大火。就是不走，我死都不要离开你，风之丽，我不能走，历史还没有被改变，历史还没有被改变，我不能。没关系。历史改变不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来过，我就已经感念余生了。回去之后，不要忘记我。风之丽，我不走。风之丽，风之丽，你这油盐不进的胆小鬼，你专制独裁，你自以为是，我恨死你了！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只要你还记得我，
便是恨我，也是好的。就算你把我拿回去了，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，方君离，方君离，方君离，你给我等着，方君离，不要！天地昏明，红月高悬，及时即止，错过今次，就要再等100年。方君离，对不起，静安，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糟糕！黄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先跟我走。黄姐，你为何会去伏羲庙？金安给我传了字条，说涉世娘亲的身世，让我今日跟踪你。你真当我不知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调查娘亲的案子。生辰宴上，叶国公血溅当场，10余位辅国大臣被枭首示众。你日日泡在念心阁，打探什么七星连珠、天狗吞月。傻孩子，你不懂娘亲。她其实……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娘，芬儿，不要难过，你和弟弟一定要相互扶持，互相爱护。娘，你别走，小公主，娘亲从来没有后悔过来到这里。有你和知你，我很知足。我如草籽，飞洒于原野。我将死于野火，静候春归。可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在病榻中梦呓说她想回家。她虽无怨尤，可她不曾后悔吗？你这么想，才是真的看清她了。在大宁，有你，有殿下，有先皇，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他守着真正之人，为心而活，又怎么会后悔呢？天空里的雨化作成雨，落在我身躯。与你相隔着几千万里，心泛起涟漪。是我忧于心魔，差点害了你。对不起。心动隔着宿命，
怎么传递？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对不起。傻子。灵珊，殿下受伤了，可是伏羲庙出了什么岔子？是伏击。所谓穿越天机的法门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。这穿越天机之法，是仙师当年偶然所得的一本古籍中所载。物语大师，偶然所得，我看未必。该是有人刻意安排，为的就是引娘亲入局。但夫人最终选择留下，反倒避开此祸。是小离牵绊了他，也救下了他。可那帮人还是不知足，害死了娘亲，如今又依法炮制，想要害死小丽和金安。可如今叶庭君已死，幕后之人还会有谁？废物！皇帝长大了，终究是等不及了。你去趟桃山，告诉他们，准备动手吧。是。那本古籍长什么样子？你可还记得？它就是寻常的样子，实在没什么特别，记不清了。可是这本，我要大婚了。大宁朝的规矩，公主皇子最迟念武大婚。明年立春，便是我25岁生辰。灵珊，这些年我与你的攀缠纠结，到底是有期限的。你以后别再送我桂花糕了。为何？我父皇说了，我是万民的公主，不能有所偏爱。我偏爱桂花糕，梅花糕和梨花糕就会觉得不公。我以后便不会再吃桂花糕了。这是我的第一枚玉舍，是我最珍爱之物，要送给最珍爱之人。殿下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若偏爱一物，他物会觉得不公，人也是如此。陛下再点拨你。我觉得父皇说的不对，不爱一物，如何爱万物？不爱一人，如何爱万民？既然是本公主送你的东西，你收下便是。我是万民的公主，不能无限期的陪你消磨下去。如今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究竟作何想法？夜深了，公主早些回去歇息吧。
这便是你的答案。殿下是万民的殿下，岂能偏爱一人？臣是方外之臣，蒙殿下错爱了。好一个方外之臣！这些年倒是我逼迫新官。大圣韩王年轻有为，与我更是一见如故，那我便随了群臣的心意，明年立春与他成婚。到时还请新官为我主婚。好。万眼登高一茶观洒沓，日是蓝埋不出追星下，便听南岳长安和人海说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做个了断吧。你把我的玉舍交还我，这平安符我也物归原主。这符既已有公主平安，便是无用之物，殿下不必返还。汉王身在鹰马，意气轩昂，臣敬公主宫中，觅得佳婿。好，从此你我缘尽于此，再无瓜葛。上存万般风流皆似他，今夜醉饮歌台我芳华，人心梦破待瓦湖飞沙，风势台下盛唐，风流皆是他。念心阁的古卷全都翻遍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难道我们猜错了？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昨夜我梦见我师父了。师父在太后册封当晚作画，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句话：微尘动，明镜碎，因癌起，必朝阳。如今想来，微尘动，明镜碎，不正是你入梦破梦之句？因癌起，必朝阳，却与太后册封、少帝登基有所关联。古卷上并未记载太后和乌玉有什么关系。必朝阳，听起来颇有微词。难不成这古籍圈套与太后有关？总归是条线索，是与不是，一试便知。母后，这么晚，皇帝怎么来了？儿臣给您送来了安神汤。母后，您常年在碧霞寺礼佛诵经，想来儿臣也不曾服侍在您身侧，今日有空，特来陪陪母后。你有心了。我来为母后梳头。
母后，您发丝都白了。老了。母后，您就在宫中安心静养，朕定会晨昏定省，孝敬百年。怎么样，入梦了吗？没有入梦。想来，若是入梦对象心智刚强冷硬，更胜于陛下，则陛下难于入对方的梦中。太后果然不是一般人，那怎么办？需寻得对方心智动摇之机。陛下以往故作暴虐，也是为了惊吓那些大臣，惊惧之下心智动摇，方才更易入梦。可是，太后会怕什么呢？师父他怎会知晓太后的软肋？穿越天机之法，毕竟是乌玉大师献给娘亲的，想必他应该知道些什么。可师父他一介方外之人，怎会涉足后宫之事？是不是打开墓穴不就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这个我是专业的。墓呢？就在此地。啊？不立坟冢，不留铭文，这便是我们的传承。太后册封当日，乌玉大师为何提出那番提点？他若毫不知情，又为何在册封当日离世？他内心不安，才会露出破绽。人总喜欢把秘密带进棺材里。对于此事，这也许是一种缄默；然而对于后世，这是证据，是线索。人死后，墓穴会帮助墓主拼凑出他的生平。乌玉大师，得罪得罪。师父，竟然有个孩子！什么叫动情生育之际，便尽无间幽冥啊？临善星官，你们这门功夫是不能动情生育的。我之前怎么从没听你提过？你这是，皇姐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派暗卫进行查探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禀陛下，属下前日奉命前去太后娘娘每年诵经祈福的碧霞寺查探。据寺中住持所说，娘娘在殿内供了一个婴儿牌位，其名为梁允。梁允，这不正是乌玉大师信中提到的那个被生母手刃的孩子？这么劲爆！孩子。太后为人精明谨慎，衣食住行皆无从下手，但每日睡前必会礼佛抄经。我已命人在她墨中加了一些致幻香，分量不多，待到就寝时，恰能生效。9月是闹猫的时候，我令乌尾司暗卫找来许多狸奴，带着永福殿外。夜半时，狸奴叫声正如小儿啼哭。来人，
门口的侍女直接用迷香迷晕，倒是太后唤人，无人应答。来人，都死了不成？如此一夜，定能破其心防。母后脸色不好，叫太医来请过脉了没有？就是有点头疼罢了，不碍事。儿臣帮您按摩一下穴位。姐姐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两位殿下年纪尚幼，还需要姐姐照顾。这没什么不吉利的，人总是要死的。哎，风之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里是太后的梦境，假如她看到你的脸，这个梦境就坍塌了。你也太莽撞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他，从来没有。等小丽长大，你替我把这个交给她。她年纪还小，也没有小凡坚强。我怕我死以后，这孩子走错了路。男女有别，昭仪深夜前来臣子居所，并不合适吧？事关立储大事，这是叶国公和太后，本宫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立储，圣上唯有一子，乃皇后中宫嫡出，这储位之事，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？圣上与姐姐有一子不假，可是他们还有一女。荒唐！这天下间，岂有聘姬私臣、阴阳倒置之事？皇后这是要令公主上位登基？我也劝过陛下和姐姐，可我只是一介妇人，怎好干政？这些国事还得仰赖国公大人这等肱骨重臣。哼，舒氏这些谋略心胸，还是没有的好。若女子人人都有这般做派，那天下岂不是要大乱？说来，陛下与姐姐正在推行新政，举办女子乡学呢。这日后想来是要能人辈出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此次诛灭暴君凤之离，扬其卿家，功不可没。赏。谢太后。凤之离，护符，护符。谁在朝堂上喧哗？谁呀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一直不敢抬头？快打碎啊！凤之离，你没死！杀了他！快，杀了他！杀！
天空里的雨化作成雨，落在我身躯。与你相隔着几千万里，心泛起涟漪。我仰望天际，又低首叹息，孤单向深海游去。心动隔着苏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问问他，当月亮引起汹涌潮汐，我试图靠近，却跨不过命运的距离，被搁浅海域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份心意？期盼你回应无法说出的秘密。3日后中秋，是我娘亲的忌日。我欲请太后娘娘亲率宗室，百官祈福，素斋3日，以表哀思。先帝的忌日也没有这样的阵仗，先皇后再尊贵，也越不过先帝。这样的铺张破例，恐留人口实啊。当年的立储风波，太后娘娘也是这样劝诫叶国公的吧？当年的立储之事，哀家可是站在陛下这边的。陛下如今稳坐帝位，不要纠结过往的枝节。叶国公已死，哀家听说了，叶国公是为大义而死，悲兮壮兮。那是骗天下人的。叶国公其实是被我用毒酒镇杀的。他因为当年听信了太后娘娘的几句谏言，对我母亲心怀怨恨，伙同内外大臣数十人毒杀母后。竟有此事！我当年劝谏叶国公，只是为了支持陛下登基，没想到他竟会将矛头对准姐姐，也是我无意之举，害了姐姐。果真是无意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17岁和先皇后相识，在宫闱州携手走到最后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。这一点，我倒是丝毫不怀疑。他临终前是不是还交给你一样东西？是，姐姐给了我一封信。还给我。时隔日久，我要找找。外面在闹时议，在找到信之前，太后娘娘还是先不要随意进出宫闱。陛下是要软禁我？不，我是孝敬您。您就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有何不好？3日之后就是中秋，也是你母亲的忌辰，到时来找我，我把信给你。不对劲，难道那夜的梦是真的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来皇帝每动手杀人，可有什么反常之举？陛下性情无状，何时杀人，杀什么人，似乎并无定数，常常会让一群人跪在他面前，挨个摸过他们的脑袋，看谁不顺心，便杀了谁。不对，并非如此。他并非想杀人才摸人的脑袋，而是摸过脑袋
才知道该杀什么人。我仿佛记得物语星官送我的书中记载过这么一件入人梦中的奇闻。去把我那口成书的箱子取来。还有这个袖剑，你拿好。不行，要不你在衣服里再加一个锁子甲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不要轻敌！我跟你讲，明日便是中秋了，你上完朝乖乖给我回来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别看太后是个老太太，万一她还有后手，给你整个火烧皇宫。不会再有后手了，已经查出来了。桃山那边呢，确实有一批屯兵，驻守军官就叫杨琦，是太后当年的旧部。今日我便去带兵围剿。那就劳烦皇姐了。好了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你呢，就安心跟皇姐在这儿聊聊天，等我下朝回来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等我。行了，再看他也不会回来的。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可是，太后谋划了那么久，她就这样甘心认输吗？阿姐，若你是太后，你会甘心这样坐以待毙，还是会干脆发起兵变呢？太后向来谋定而后动，现在出手已然失了先机，城内已经被我的军队控制住。但若是我必要等一个良机。那如若你的军队全部都前往了桃山，太后会这样甘心被你们软禁在宫中，绞杀她的党羽，一丁点反抗都没有吗？莫非桃山屯兵是调虎离山之计？皇姐，你今日不能带兵围剿桃山，主力军队得留下，守住皇城。那桃山那边，我去。你去？你单枪匹马能做什么？桃山前往皇城，是不是有一条必经之路，叫一线峡？不错，从桃山入京城，若不横穿一线峡，便要向东绕过九湾江，至少要耽误2日的时间。那我便有数了。皇姐，你安心守卫皇城，燕明公子借我一用。好。厉贵妃，我们这是做什么呀？一线峡两侧的山下，藏着数万斤火药，只要找准位置，一炸。发现了疑似石油痕迹，采样封存，回实验室验证一下。竟然是真的，古代真的有石油啊！中国使用石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最早在《易经》中就出现过。宁安13年，这里还发生过一起爆炸事件，据说两侧山体倒塌，堵出了桃山前往皇城的官道。老师怀疑是人为爆炸。有人选择了绝佳的爆炸地点，引爆了石油脉矿，山体内的天然气发生了剧烈反应，从而导致山体倒塌。发现疑似引爆点，竟然快过来拍照记录一下！哎，来了！
就这儿。一会儿我们就把这火药捻拉长，在外面点燃就可以了。搞定。东临曲水，西分桃山，深通山体内部，确实是个绝佳的引爆地点。我得走了。现在？等炸完山，确定山路被封上再走吧。天亮之前，我得赶回皇宫。明日便是中秋了，我得陪在他身边。那我护送您回去。成功了！这条路一堵，桃山的屯兵明日必到不了京城。无论如何，先度过明日再说。明日之后，再让阿锦慢慢收拾他们。走。东西呢？可以撤走我院中的守卫了吧？你害我生母，留你一命，已算仁慈。今后，就请太后娘娘在永福殿了此残生，为先皇后诵经祈福，忏疾悔过吧。留我一命，好孩子。姐姐，你的这个儿子呀，和你真是一模一样，天真、重情、作茧自缚。我最讨厌你们这副装腔作势的模样。现在，你们都死了，你们的儿子也要下去陪你们。今晚都接警点，不许睡。是。前辈，
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切好像都改变了，又好像都没有改变。难道我们注定没有办法改变这结局吗？当今皇上暴虐成性，残害忠良，吾等遵太后诏令，讨伐暴君。反贼杨岐，时君俸禄却示众作乱，忤逆谋反，吾功承天命，诛杀反贼。杀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是我呀。钱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本是回京述职的，我一路赶来，听他们说贵妃娘娘在生辰宴上被……如今瞧见您无恙，臣便安心了。能保住了你，也不枉我来这一遭。今日宫中有变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说来日我跟陛下逢凶化吉，我们改日再续。哎，娘娘，您可是要往宫中去？钱某愿与您一道。您和陛下对我恩同再造，如今您二位有难，钱某岂能袖手旁观？恩同再造，此话怎讲？荔枝啊，娘娘，拳头大的荔枝，真的被我种出来了。像我钱某在京多年无甚建树，多亏了娘娘一句提点，如今魏州一带都称我一句荔枝大王呢。实在，魏州确有善种荔枝者，但那个人分明叫钱小淼啊。娘娘，您难道真的是神仙转世不成？我至魏州以后遇到了一个大师，替我算了一卦，说我命中缺水，魏州乃是我最好的去处，还劝我改了名字，以金为水。如今我就叫做钱小淼啊。这么说来，我在后世中读到的史书，是源于我此事的随口一言。原来我回到这里是注定的，不是我回到了历史之中，而是我自始至终都身处在这河流之中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今天也未必是凤之离的死期。对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谢谢你，钱仙。不，钱小淼。娘娘，娘娘。殿下，凤栖宫方向着火了。糟了，叫五尾司速去。凤之离，你醒醒！凤之离，我带你出去。
风之离，风之离，风之离，你一直这么睡下去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，风之离。睡，睡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他现在应该在梦里，我可以入他的梦叫醒他。对。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。虽说天气还暖和，但你也不能就这样躺在这儿捂气吧。娘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要不一会儿你皇姐又该训你了。做噩梦了？没事，都结束了，啊？噩梦。对，我刚刚是做了噩梦。娘亲，我刚刚梦到你死了，好多人都死了。都说了是梦，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也已经醒过来了。对，已经醒了。快起来吧，娘亲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快走啊，小黎。这是我熬了好久的鸡汤，快尝尝。谢谢娘亲。好香啊，一闻就知道不是御膳房做的，是娘亲的手艺。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花椒鸡汤。最近劳务繁忙，要好好注意身体。我早就饿了，谢谢娘亲。你发什么呆啊？没睡醒啊？快吃饭。吃饭。好香啊！我原来来尝尝只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。来，娘亲也吃点。清安呢？风之烈，风之烈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清安，
说出的秘密，爱只能埋在心。老师，天空的云，或是海底的云，能相忘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。老师，怎么哭了？你是不是哪里疼啊？看你瘦的，我得给你好好补补。你俩聊，我去给你们温鸡汤。这便是你不愿意离开的理由吗？一直生活在这里，难道不好吗？这里安稳平和，没有杀戮和怨恨，大家都在。皇姐即位了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。凤之丽，这里很好，可是这里是假的。美梦就算再美好，它都只有一瞬。现实无论多残酷，都有无限的可能。我不想和你只有一瞬。可这是我第一次梦到的，之前从来都没有过。要走了。小丽，你要多笑啊。金安，你也是。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杨琪，找他，
他领兵逼宫谋逆叛国，本宫秦王护驾，将他斩于兴安门。反军失将，现下已经如数被擒。圣宫未崩，太后娘娘就拟好了传位诏书啊。传位于端王，他才4岁。宗室血脉唯此一支，反贼杀入宫中，哀家也是怕皇帝有个万一。哼，当年陛下继位也才8岁，也是，都是无法亲政、易于掌控的年纪。昭明，你这是何意？我的娘亲当年以诚待你，你却以下作手段害死了她。控制我幼弟隐于幕后垂帘听政，太后娘娘，你又是何意？成王败寇，前朝如此，后宫更是一样。凭什么他淑敏和一腔天真、虚伪博爱就能独得圣恩？是他自己说无意奉位，他既然不要，哀家为何抢不得？我杀了你！即便杀了我，也救不回你的好弟弟。你对小离做了什么？传言有一种人能入梦，代价便是永远失去做梦的能力。若是碰到至亲之人的头顶青丝，便可为自己制造出一场美梦，从此酣眠其中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没了皇帝，你们凤家子嗣单薄，你一介女身，又成不得大统。哼！若没有我以太后之尊扶持幼弟，定当举国大乱。胸怀治国伟略，纵是女子，为什么成不了大统？中秋夜，杨琦拥兵作乱，逼宫谋反，亲杀太后，火烧陛下。昭明长公主殿下，秦王平乱，当成大统。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吾等愿追随殿下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小脸都黑了，疼吗？小离，阿姐，你受伤了？阿姐，我没事。明知奸计，单独赴约，复之令长本事了是吧？答应姐姐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娘亲写的信在她手上，我不能不去。这句话是娘亲写给我的，也是写给你的。这皇位，你想做吗？
我想，论年纪齿序，你长于我；论能力韬略，我比不上。这皇位本就该是你的，这一点你我都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些话，可发自你本心？真心实意。而且你知道我的，我从小就没什么抱负，最大的祈愿就是国泰家和，做个闲散王爷，云游逍遥。我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皇帝，可累死了，而且声名狼藉，民生哀怨，人人都骂我是个暴君呢。我作证，他可是历史上遗臭万年、鼎鼎有名的暴君。你们，阿姐，我们经历生死，豁然开朗。他这么多年装残虐、扮暴君，一来是为了可以帮老师报仇，二来是为了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反了他。端王虽小，但毕竟是宗室亲王。长公主即位，可能服众？能。地星落，地星起，落于西南，昭明于世。灵善，你是司天监，可还记得拜师的时候，立誓敬诺，永不妄言？我当然记得，但殿下命格如此，臣不算妄言。明日天启过后，愿殿下福泽绵厚，供大宁千秋百世。那就借卿吉言。算出来了，地星落西南，是长公主殿下。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这样啊？怎么会是女人当皇帝呀？皇帝未须骄肆无主，修征加锐，前后杂沓，历数在公，不得不受。昭明权位天地，敢不尽从？以9月初8知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皇帝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游客朋友们，这边请。宁安13年中秋，义军逼宫，暴君呢死在了皇宫中的大火之中。随后呢，长公主凤芝凡登基为帝，同时也是历史上第1位女皇帝，整整统治了60余年。改新革命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。哎，那这2个头骨呢？这2枚头骨出自宁安君古墓当中，这一枚呢是宁安君本人，另外一枚在历史当中就没有注明是哪一位。哎，你们听说过那段野史没？其实宁安君根本没有死，他在火里金蝉脱壳，妖妃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，为的只是逃离皇权斗争，做一对逍遥鸳鸯。夫人，这个是？这是我让叶明特意让人送过来的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缸，这是贡品，再过荷花。贡品？那这些都……我们这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宁都了，所以我把该带的全部都带上。我还让碧桃从御膳房拿了官窑瓷器，还有雕花银块。好，这些东西都带着也就罢了，但这个……夫人，这些东西我们到了渭南都可以再置办的。你现在可不是皇上了，你还有钱吗？我们还买得起官窑吗？言之有理，恐怕今后可要多多仰仗夫人了。没关系，我罩着你。我那些史料可不是白研究的，我对大宁的衣食住行肯定比你还了解。走吧，夫人。但那个真的不能带吗？不能。走吧。那我们以后去开一个女子学堂，专门教女子读书做人，怎么样？好。然后我们再去种水稻，前线都能种石头一样大的荔枝。时代永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天翻地覆的改变，那我们便一起去做这个时代的草籽，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世界。